当知道房子内住着鬼物，你还敢入住吗？但是在李长安看来不过是小场面。就在刚才，李长安跟着房东来看房子，结果进去没多久，房东就让鬼吓尿了，直接晕了过去。而就在鬼怪想对李长安下手时，他直接转头直视鬼物。这鬼貌似是个胆小鬼，连忙问老大，这家伙好像能看到自己呢。结果遭到怒骂，能看见个屁，快点上，动作麻利点。就在这时，李长安突然暴起，一个大嘴巴子直接打了过去。不久之后，伴随着啪啪声，房东茫然地睁开双眼，看到李长安也是有些懵。李先生，难道你也死了吗？李长安有些无语，难不成还没醒？说着扬起手就想再来2下。房东连忙护住脸叫道，醒了醒了。随即反应过来自己还在屋里，便问刚才那鬼呢？李长安笑着说，什么鬼啊，我看你是低血糖才突然晕了吧。说完便问房东租房合同带来了吗？你这房子不错，我租了。不久之后，李长安正式搬进新家，刚进房门，里面就响起阴惨惨的哭泣声，数只面目狰狞、死状凄惨的鬼围着李长安张牙舞爪。李长安却神色淡定，好似在看一场没意思的话剧一般。几个鬼也发现没什么效果，又聚在了一起。吴老大好像没什么用啊。被唤作吴老大的鬼物沉思片刻，决定既然文的不行，那咱们就来武的。小弟犹豫地说，可是他好像懂法术啊。结果遭到吴老大的怒骂，那又怎么样？和尚道士咱们又不是没见过，做人怂就算了，都做鬼了还怕个毛啊！说着举起拳头就朝李长安冲了过去。结果李长安直接拿东西将他抽飞，正是刚才在楼下折了根柳树枝。毕竟俗话说得好，柳枝打鬼矮3寸，这可不是瞎咧咧。虽然不能打散鬼物的形体，但是那滋味真叫剧痛难忍。然后李长安拿起符咒一晃，当即满屋子的鬼全部显形。这一数发现还真不少，男鬼女鬼加小鬼一共18只。李长安不由有些好奇，你们是怎么聚到这里的？群鬼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复。李长安随即指向吴老大，就你了，你来说。吴老大有些紧张，表示自己也说不大清楚，只是记得自己死了以后，一口气梗在胸口散不开，就开始在城里乱飘，眼看就要魂飞魄散，却不知怎么的就到了这个屋里。来了以后魂魄也不飘散了，反而魂体渐渐稳固，就是发现这里居然只能进不能出，但是在之前的事情已经记不得了。李长安听罢，心里隐隐有了答案。他又问其他鬼，你们也是这样吗？见群鬼纷纷点头，结合刚才所说的温养魂体还有只能进不能出的地形，李长安不禁想起老道士曾经说过一种叫做复魂地的奇异地势，也被叫做鬼香楼，是一种天然的养鬼地，具有温养魂体的功效，但同时也会困住不慎闯入的鬼魂。但是时间长了，群鬼便会逐渐开始发狂，然后就会互相吞噬，如同养蛊一样养出一只鬼王。但是复魂地又束缚不住强大的鬼王，所以在那个世界一些祸乱一方的大鬼就是从那种地方逃出来的。可李长安还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合理，因为无论是妖魔鬼怪还是道术法术，都要依赖最基本的灵气。可是这个世界灵气极度稀薄，且充斥的各种杂质，自己要不是通幽之体可以滋生法力，压根就没办法恢复法力施法。所以现代人死去后，如果不立刻入冥府，魂魄也会很快消失。随即问群鬼，你们这里哪个待的时间最长？吴老大当即表示是自己，已经待了7年了。李长安意识到不对劲，才7年，这时间对不上啊！若是复魂地一开始就存在，这房子压根就建不起来才对，难道是后来人为的不成？恍惚之间，李长安感觉自己似乎摊上事了，心中暗想，搞不好又是一个幺蛾子。不过现在也没工夫多想，毕竟交了房租后自己饭都快吃不上了，还是早点睡觉吧。画面一转，李长安独自走在乡间桥面，身后的水面传来扑通的声音，连忙回头轻喝，谁在那里？殊不知黑暗之中探出一只乌黑的手，并且指甲如同野兽朝他抓来。李长安纵身躲过，借着火光才把来人看清，居然是个浑身长满绒毛的干尸，内心忍不住啊塞一声，这不就是僵尸吗？见僵尸再次扑来，连忙掏出符纸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念咒，符纸便化作了飞灰，而那僵尸却差不多要亲上来了。微在旦夕间，李长安睁开双眼，原来刚才又是一场梦吗？自己不由有些纳闷，怎么这几天老梦见僵尸，而且那僵尸一次比一次逼近，难不成是那黄皮书搞的鬼不成？他能带人穿越至古代世界，远在千里之外制造梦境自然也不无可能，难不成这回又想带我去古代砍僵尸不成？李长安一咬牙，反倒是犟上了，反正自己不去，爱咋咋地。打开门，一屋子鬼就围了上来。李长安瞌睡当时就醒了，你们大早上的搞什么名堂啊？吴老大讪笑2声，原来自从李长安来了以后，这房子开始有电了，几个鬼好些年没看电视，就想体验一下，可能是体验过头，给他看坏了。李长安有些无语，随即联系了房东。不久之后，房东带着2个送电视的拿着一堆所谓的法器找上门来，看到李长安还活着也是有些震惊。直到2个师傅抬着新电视进屋，又把旧电视抬出来，仍旧安然无恙之后，房东才相信李长安没有变成鬼。不过此时的他却看着四周贴着的符纸若有所思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房东就带了个中年男子再次上门，经过介绍，李长安才知道这人叫做刘总，而这次来是想请他帮忙的。房东表示刘总最近有个项目是包了块地建工程，但是那块地有点不干净。李长安眉头一挑，
感情是撞了鬼，找他来驱邪的。正想要问问细节，刘总表示听小刘说，你是有真本事的人，自己也不绕圈子了。我的工程师出了点问题，不晓得铲了哪家的祖坟，一个死鬼跳出来闹我。我虽然不怕，但是手下人怕得很，工程做到一半就停了，每天都损失很多钱。只要你帮我解决这个事，我就给你这个数。说着探出5根手指。这话听得李长安两眼放光。50万。刘总讪笑一声，表示自己也就见个农家乐，5万不能再多了，引得李长安内心一阵吐槽。早说呀，听口气还以为要去建设中南海呢。不过5万也不少了，昨天找的工作才开2000呢。随即表示没问题，这活我接了。等他们走后，李长安便开始了准备工作。跟着老道1个月，李长安学会了4种符，分别是冲龙玉神符、收金定神符、破煞诛邪符、镇宅安家符。但是冲龙玉神符自己也就勉强能用，没经过入门仪式，效果还是两说。而定神符和安家符这情况也没用，只能准备破煞诛邪符了。好在之前没事准备了一些，加上今天画的有10来张，想来应该是够了。除此之外，李长安还托朋友打造了一把长剑，只是手握住剑柄的一刹那，一种仿若骨肉相连的感觉突兀浮现。这时身后飞来了一只蚊子，符至心灵，扭身一刺，嗡嗡声顿时消失。之后李长安身形在空间有限的室内辗转腾挪，虽没什么招式，但是剑光连绵不绝，威力颇为惊人，惊得群鬼连连躲闪。此时的他仿佛凭空多出一截手臂，眼到即手到，手到即剑到。停手之后，心中直呼爽啊！要是之前有着水平，灭那蓝皮鬼那不是手到擒来吗？挑把好剑就能把他脑袋削下来当球踢。不过这明显不是自己的本事。思来想去，李长安觉得也只有那本黄皮书有这能力和动机了。而且72地煞术中正好有一种叫做剑术，看来那通幽是新手福利，而这剑术就是任务奖励不成。不过李长安心也大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凡事不过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罢了。我在家猫着，那破书还能自己跑来不成？等整理完符箓和大宝剑以后，看着伤痕累累的吴老大，突然涌出一个想法，表示刚才的事是我不对，赔你们一个法师鸡腿怎么样？原来鬼物没有实体，所以享受不了人间五味，但是如果食物通过特殊处理，就能让鬼物享受到其滋味，这种食物统称为法食。听到这话，吴老大哈喇子都要流出来，表示伤痕虽然在后背，但多少也影响了自己的颜值，最少得2个鸡腿才行。李长安哈哈一笑，表示没问题，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忙才行。见吴老大疑惑发问，李长安神秘一笑，等跟我去外面看看就知道了。等李长安朝着约定的地方走去，自家房东刘竹竿早就在那等着了。李长安点头回应，却发现怎么就你一个？之前刘总不是说会亲自来吗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刘竹竿连忙解释说，刘总本也想来，但是真的太忙了。李长安却也无所谓，直接朝车内走去。时间不等人，咱们早去早回吧。而刘竹竿则盯着李长安手中的黑伞犯嘀咕，这几天风和日丽的，你带这伞干什么呀？李长安脸上露出莫名的笑容，一个朋友罢了，你想见见他吗？刘竹竿猛地打了个寒战，连忙表示不用了。很快汽车驶出市区，转入了山区，在一处牌坊前停了下来。这架势岂是豪华可以形容的？李长安心中不断吐槽，这哪是什么农家乐，分明是个农庄啊！看来只要5万亏大了呀。就在这时，后面又来了一辆车，刘总迎着一个老道士走了下来，看到李长安便招呼一声，态度极为敷衍，然后热情地介绍起身旁的老道士。这位道长你肯定也听说过，龙虎山天师府65代传人，阳城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素玄，张道长。李长安有些无语，这名号自己还真没听过，难怪这么久不见人，原来是找了个更靠谱的高人了。不过光看这扮相，也许真有2把刷子也说不定呢。正当刘老板想给玄素道长介绍李长安的时候，玄素道长突然脸色大变，口中直呼了不得呀，此地着实凶险，把刘老板吓得不行，连忙追问怎么了，是哪里不对劲吗？老道士面色严肃地盯着远方山脉，你看这山川走势，风中藏煞，水中流毒，好个邪龙斗恶虎啊！一番话下来，李长安是一个字儿也没听懂，不过这套路倒是感觉很熟悉啊。刘老板已然慌了神，道长真厉害，一眼就看出闹鬼的在后山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素玄道长低声安抚，让他不要慌，应该还能挽救，具体情况得让贫道实地勘察之后才有定论。然后便在刘老板的带路下开始出发。李长安在后面不禁暗笑，师傅啊师傅，这家伙吓人的本事可不比你差呢。很快刘老板就带人来到了最开始闹鬼的地方，最初是有工人老听到女人的声音，甚至还能看到女人的影子，直到后来越发严重，纷纷闹着要停工。他本以为是恶作剧，就带人守在这里，结果那天晚上自己真的遇到了。原本自己以前其实不相信这些东西，但现在不得不信啊。素玄道长笑着说没关系，毕竟眼见为实，今天就让贫道来会一会这恶鬼吧。然后便让徒弟把法器都带上，随自己来。等进去后，几个手电在黑暗中乱晃，突然一只手抓住刘竹竿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原来是李长安问他在干嘛，为啥在墙上乱摸。刘竹竿心有余悸地表示自己在找开关，这层通了电的，不然黑灯瞎火多吓人啊。就在这时，走廊传来了一声尖叫，大家连忙跑过去，只见一个保镖脸色煞白坐在地上，手指着前方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
众人随即望去，只见窗户上一张惨白的鬼脸森冷地看着屋内的众人。一时间众人便体生寒，就要难以遏制心中惊惧之时，李长安走到一旁，啪的一下把灯打开，大家这才发现哪是什么鬼脸，分明就是一个涂鸦。而刘竹竿此时还蹲在地上瑟瑟发抖。刘老板看到后更是来气，直接一脚踹过去，咋呼个毛线，再叫真把鬼招来了。完事他还不解气，恶狠狠地说，要让我知道哪个狗东西在这乱贴，一定饶不了他。随即问老道士，可有看出这话有什么问题？这素玄道长好似刚回神，连忙摆手，没什么，我一眼就看出那是个涂鸦，正准备提醒你们，没想到这位小友先开了灯。刘老板这才想起他还没介绍李长安，于是告诉老道士，这位是李长安先生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也是有真本事的。话说到这儿，眼神不禁瞥向一旁的鬼脸画像，却没想到那画像的眼珠子居然一转，直直地对上他的视线，顿时毛骨悚然，结结巴巴地招呼素玄道长。素玄道长此时已然没了那股高人风范，说话都走了腔，我龙虎山天师府张真人在此，休得放肆。李长安一旁看得直冒汗，这老神棍都抖成这样，估计是半点法力都没有吧。不过想来也正常，这边灵气如此浑浊稀薄，别说修行人士，就是妖魔鬼怪要成形都困难。随即摇摇头，捡起一块板砖，直接朝着那画像砸了过去。隐约之间传来一声婴儿啼哭般的叫声，李长安透过窗户望去，竟然是一只狐狸，然后转眼间就逃之夭夭。随后李长安说出自己的发现，兴许是为了挽回印象，素玄道长主动提议再去2层仔细调查。路上用凝重的语气告诉刘老板，你这里作祟的怕不是鬼啊，这山中杀气浓重，经过我刚才推算，才发现山里卧着一头妖魔，你这次动工惊醒了他，而你上次看到的厉鬼就是他幻化出来警告你的呀。不过此时他的形象大减，不说刘老板了，就连身后的保安都在窃窃私语，说这老头越说越玄乎，多半是假的，非要上什么2楼。李先生不都说了是狐狸吗？气得老道士怒喝，普通狐狸怎么可能躲在鬼脸画像后面偷窥人，肯定就是妖魔的眼睛啊。然后看向刘老板，让他尽管宽心，贫道已经窥破了山里妖魔的虚实，有贫道在这里，他是不敢现身的。话一说完，除了素玄自己，其他人的脸上都变得极其古怪，并且伴随着话音落下，突然传来一阵女人的轻笑声，猝不及防之下，一帮人一下子全都慌乱起来。刘竹竿却突然开口，素玄道长，你的徒弟呢？在场的人更慌了。刘老板急忙问道，道长怎么办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老道士也有些懵，让他别急，小徒可能尿急方便去了。刘老板大概也知道这人是指望不上了，转头看着李长安，让他想想办法。李长安看了半晌笑话，眼下金主发话了，也不再划水，带头朝着一个方向走过去，其他人连忙跟上。等行至拐角处，就发现了笑声的源头并不是想象中的女鬼，反而是一个年轻道士，正是素玄半路不见的徒弟，正在那里学女人笑。刘老板气得差点暴走，基本明白大半，就要让老道士给交代。老道士一边安抚刘老板不要激动，一边上前拉住徒弟，问他什么情况，怎么笑得没完了。年轻道士被拉以后似乎清醒过来，但是却哭喊着说，师傅，这次是真的有鬼啊。素玄有些挂不住脸，他刚才还信誓旦旦说不是鬼，现在不是打他脸吗？什么鬼？哪来的鬼？是妖怪，平时不好好修行，这下被妖鬼给迷惑了吧。然后干笑的回头解释，我这徒弟从小跟着我驱邪治鬼，也是我看护不周，让他染上了邪意。不过现在贫道也消耗了不少法力，还要治疗徒弟。刘先生，要不今天就先回去吧。但是就在这时，楼下的灯啪的一声，不知被谁关掉了。刘老板扫视一圈，便吩咐刘竹竿先下去把灯开了。不敢推脱的刘竹竿只好老实听令。路上运气不错，倒是安全的把灯打开。但是这时女人的笑声再次响起，并且众人再次露出惊恐的表情。刘竹竿心头一颤，连忙转过头去，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站在他身后，并且撕咬着手上那带血的肉块。顿时刘竹竿发出有生以来最响亮的尖叫声，然后再次晕倒。而那女鬼竟然还笑嘻嘻地靠了过去。刘老板还算有点良心，没有立刻跑路，祈求的目光看向李长安，李先生，这女鬼你治得了吗？李长安微微一笑，鬼，我看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吧。说完掏出大宝剑，从楼梯上一跃而下，而女鬼发现有人下来，也是朝他扑了过去。李长安鼻尖耸动，当即发现这个女的是人，便调转宝剑，利用剑柄将她击飞。果然当撩起披散的头发，露出的却是一个中年妇女的模样。随即看向众人，问他们可有人认识吗？可李长安愕然发现，众人的神色非但没有放松下来，反倒是更加惊恐地指向李长安身后。李长安不加思索，直接拔剑斩去，但是却什么也没有。正要继续问刘老板看到的是什么时，他们却发出尖叫，转眼跑了个精光。这时刘竹竿捂着脑袋醒了过来，李长安走过去问他怎么样了，哪知刘竹竿好似看到鬼一般，再次晕了过去。李长安眨巴眨巴眼睛，又是狐疑的四下看了许久，确实是什么也没有啊，干脆打开黑伞，吴老大的身子就从伞里冒了出来。李长安随即让他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脏东西，吴老大随即看了看，却也什么都没发现。李长安不由陷入沉思，这些人都跟中了邪似的，难不成真的有什么妖怪吗？就在这时，
传来了一阵吧唧吧唧的声音，却是那个女人又开始啃食生肉。吴老大观察一阵，居然用手伸向她的鼻尖，还没等李长安说话，竟然揪出几根毛发，而那女人却在毛发被取出后直接昏睡了过去。吴老大此刻有些得意，表示自己一眼就看出她不对劲，定是被什么东西给迷住了。而李长安看着手中的毛发，方才那狐狸的身影却从脑海中闪过，看来定是那狐狸的了。等到李长安出来，却发现刚才逃出来的人都晕倒在树林之中，而刘老板更是在原地打转，口中还在一直喊：大仙别追我，我什么都给你。李长安直接掏出收金定神斧贴到他脑门上，效果也是十分明显。刘老板很快就清醒过来，紧接着其他人也在吴老大的帮助下清醒过来，唯独老道士还睡得死死的。看来收金定神符对他没作用吗？李长安干脆使用物理疗法，左右开弓几个耳光就抽过去，但是老道士依旧没醒过来。不过李长安倒是注意到了他紧握的拳头，看来不是不能醒，而是不愿意醒啊。过了10来分钟，等大家恢复了一些，李长安便对他们说：那东西已经跑掉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还不忘提醒他们把屋里的女人和刘竹竿也烧上，说着直接离去。刘老板慌忙喊起来：李大师，你去哪儿啊？李长安头也不回，拿了你的钱，当然是去办你的事，毕竟斩草都要除根，更何况无形鬼怪了。很快前去探路的吴老大就找到李长安，表示自己找到了，不过前方有些诡异，想说什么却又说不上来，只是表示你去看了就明白了。没走多远，李长安就惊住了，前面是一处断崖，崖前有一块小小的平台，狐狸就在这平台上。但李长安第一眼注意到的不是狐狸，而是天上那硕大的月亮，如水的月光居然真的像水一样从月亮上滴了下来，落在大碗中，几只狐狸围成一圈，竟好似在翩翩起舞。就在这时，风向变了，几只带着骷髅的狐狸齐刷刷地看向他所在的方向。李长安先是小小惊愕一阵，却也不紧张，既然被发现了，那就没必要躲着了，不过几个狐狸而已，能拿自己怎么样？随即拔剑出鞘，你们应该能听懂人话，别耽误时间了，一起上吧。但是哪里是李长安的对手，直接用剑鞘就将他们拍倒在地，见小狐狸尽数倒下，为首的白狐狸也是直冒冷汗。此时的李长安已经走近身前，正准备拔剑出鞘，白狐狸突然扑倒在地，连连伏地求饶，然后将那酒盏放至身前。吴老大在一旁哈哈大笑，看来这老狐狸怂了呀。李长安试探地问道：你是想用这个换我饶过你们吗？白狐连忙点头，看这些狐狸颇有灵性，并且自始至终也没害人性命，应该不是什么邪恶之辈。李长安表示只要你们不再继续捣乱就没问题，随即看向盏中液体，竟有一股酒香四溢，闻着着实诱人，当即干了一大口。让他惊奇的是，这酒入口一点感觉也没有，但是全身却能感到一股清凉。最关键的是，李长安发现体内法力居然还增长了一些，正诧异间，却看到吴老大眼巴巴地盯着自己，他也不小气，直接递了过去。吴老大接过去，一仰头就给灌进了嘴里，随后精神焕发，竟是周身魂体都凝实了不少。连呼好东西啊，却可真是个宝贝呢。而李长安把碗翻过后，竟然发现有字，赫然写着盈盈月色入我盏中。有趣的是，当念出这几个字以后，关于这个酒盏的信息竟然自动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。惊喜之下追问白狐：这东西你从哪里得来的呀？不久之后，刘老板还在农庄和前台嘻嘻哈哈，看到李长安推门进来，连忙迎了上去，问他情况如何。李长安让他放心吧，祸患已经除去干净了，引得刘老板喜笑颜开，让他里面请，自己已经安排了最好的房间给他休息。躺在床上的李长安并没有立刻睡着，原来就在刚才，白狐带他前去找月盏的地方竟是一处石室，而且就在农庄附近。看来这月盏就是这前辈高人的法宝，只是因为灵气日渐稀薄，最终只能困死在这山中。只是这间石室在这山腹中出现的不太自然，就像是硬挤进去似的。想到这里，长安瞌睡也上来了，干脆先睡一觉再说，就是不知道刘老板会不会多给点了。睡梦中，李长安再次陷入梦境，依旧是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僵尸，但是现实之中，房门突然打开，那个僵尸竟然走近身前，直接朝着李长安狠狠攻击下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李长安似有所感，一个腾身躲过了致命一击。看着眼前的僵尸，睡意已经飞到九霄云外，这他娘的怎么从梦里跳出来了？正想要去拿一旁的月盏和大宝剑，丧尸却直接跳了过来，爪子直取其心脏。好在李长安及时躲过，却也只来得及拿月盏。看着柜子已经支离破碎，李长安心里也是发毛，这要是落在人身上还了得，就算有钢板都要被震死啊！如果有宝剑和符咒还能斗一斗，但现在赤手空拳怕是一个照面就要被戳成肉泥了，势不可为。趁僵尸没有反应过来，他果断转身就跑。前台妹子看到李长安急匆匆的样子也是吓了一跳，正要开口，李长安抢先说让他赶快按消防报警器，不然里面的人都要完蛋。这次不是鬼，是僵尸。没过多久，伴随着警铃声，大家都在农庄门口集合，甚至连那个疑似疯子的女人都跑了下来，却唯独不见刘老板和另一个前台。正在疑惑间，一个波涛汹涌的女人只穿了件浴巾，一路哭喊着跑过来，跑动之间更是春光若隐若现，看得几个男人眼睛都直了。李长安也顾不上那么多，连忙拦住他：刘老板呢？怎么没和你一起出来？女人哭泣半天才开口：刘总他已经被僵尸抓住了，李大师，求你救救他吧。
僵尸这个词好似有无形的魔力，把在场众人吓得额头冷汗直流。而此时的刘老板正蒙着眼睛准备享受高级服务，根本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怎样的惊喜。就在此时，李长安及时赶到，将从素玄道长那里要来的木剑直接刺入僵尸体内。本以为桃木剑下去，僵尸应该死翘翘了，哪知道僵尸却若无其事地扭头看向他，并且朝他抓来，惊得李长安连忙躲开，心中怒骂：假货害死人！素玄这假道士嘴里还真没一句真话。奇怪的打斗声让刘老板也有些疑惑，准备取下眼罩看看什么情况，结果眼前的场景让他毛骨悚然。李长安一边掰着僵尸的嘴，一边招呼刘老板快走。刘老板反应过来，也是连忙跑出屋子，内心暗想：李大师不会被僵尸弄死吧？就在这时，李长安撞破窗户，从2楼一跃而下。刘老板赶紧上前感谢：李大师，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我这条命就交代了，真是太谢谢了。李长安两眼一瞪：我要你感谢有什么用？最开始是闹鬼，后来变成妖怪，现在还跳出了僵尸，兄弟，你这得加钱啊！刘老板连忙保证没问题，加，必须加。随即问他：那楼里的那位怎么办啊？每耽搁一天就要损失一大笔钱呢。李长安四下看了看，忽然发现角落里堆放着一捆钢丝绳，他在心里合计一下，开口说道：我倒是有个想法，不过得冒点险。李长安将他的想法略略诉说一遍，在场的人听完都露出犹疑和惊惧的神色，老道士更是面露难色，想找借口推脱。刘老板听了就火大，直接一脚踹过去，表示想拿钱就别巴巴，听李大师的，就这么干。很快，李长安手持宝剑再次来到走廊，并用剑柄轻声敲击房门，声音吸引了僵尸，但是并没有立刻扑上来，只是躲在那里观察有没有埋伏。李长安冷笑一声，还挺谨慎，果然那黄皮书让自己对付的敌人没那么简单。不过那又如何？正所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何况是僵尸呢？李长安直接掏出小刀，在自己手掌轻轻一划，顿时鲜血涌了出来，有法力的修饰血液，闻起来一定很香吧？果然，拐角处的僵尸闻到气味，再也按捺不住，眼中光芒更甚。李长安见他上钩，连忙跑路，但是僵尸速度极快不说，抬手间威力更是惊人，墙体当即撕开一条条豁口，水泥石屑四处飞溅。在逃跑过程中，李长安更是因为躲闪不及，被飞来的石子打中脚后跟，跌倒在地。僵尸哪能放过机会，直接追了上来。李长安虽然护住要害，却也被一巴掌掀飞出去，重重地砸向身后的房门上。还没等李长安缓口气，僵尸直接一把掐住他脖子，将其提了起来，眼看就要坚持不住。李长安艰难地说：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快动手啊！话音刚落，僵尸身后就传来一声大喊：动手！一个钢丝绳套从地上升起来，正套住了僵尸一只脚。然后刘老板一行人直接拉着钢丝绳往后拖，仅仅只是瞬间，僵尸就被吊至空中。刘老板高兴极了，笑着跑向李长安：李大师，你没事吧？我们成功了呀！结果少人的队伍似乎力量不够，僵尸一爪子抓向他，好在李长安及时扑倒，这才幸免于难。看着3个瘦竹竿坚持不住，李长安让他也去帮忙。这事还没完呢，然后咬破手指，找来把电锯，在上面画起了血符：天煞煌煌，地煞正方，无惊下笔，万鬼消亡。然后李长安也不多说废话，直接启动朝着僵尸劈了过去，顿时一分为二。刘老板一行人顿时喜笑颜开，仿佛一身疲劳都消去不少。李长安随即问他：这里有荔枝柴吗？刘老板思索片刻，表示仓库里正好有一批荔枝苗，不过李大师，你要它做什么呀？李长安神色复杂地看着地上的僵尸，当然是烧它了，不亲眼看着它变成灰，我这辈子恐怕都别想睡觉了。看着僵尸逐渐化为白灰，也是松了口气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白灰中居然有一截黑色的物体，也不像是燃烧的木炭，拿起一看倒像是僵尸的耻骨，就是不知道为何居然呈现出黑玉色泽。随即不做深究，准备先收起来再说。这时刘老板从身后跑来，表示自己回去怎么也睡不着，来看看这东西怎么样了。李长安哈哈一笑，让他尽管放心，已经渣都不剩了。不过如果你还担心冒出什么奇怪玩意的话，就干脆把庄子上交给国家吧。几天之后，潇洒回来的李长安回到出租屋，结果让他震惊的事情就发生了，那本黄皮书居然就躺在自己床上，看着书上僵尸的图案，心中不断暗骂：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想告诉我就算把你埋了也别想逃掉吗？更让他生气的是，这次居然给自己弄了个门，正是一旁不断旋转的黑色漩涡。李长安已经吃过亏了，这次干脆采购了一堆物资，然后身着道袍。他知道既然逃不掉，大不了勇敢面对就是了，随即朝着漩涡踏进去。但是只是片刻之后，他居然又被漩涡吐了出来，给李长安摔得晕头转向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带的东西太多，不让通过吗？看来没办法了，只好轻装上阵了。随即提上宝剑，拿着给师傅准备的赖矛，再次一头扎进去。伴随着天旋地转，李长安这次成功穿越。而另一边，此时地处蛇头山的王家庄，本是丰收的好季节，但是如此好年景，王家庄人却满脸哀愁，口中充满不甘，对着老族长问道：咱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，就这么交给那帮土匪？原来一旁的山上不知何时来了一群名叫山蜘蛛的土匪，居然让村民交粮纳税。老族长也是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表示也是没办法呀，交了至少不会死人，不叫他们可就要拿刀子来收了。
这田里的收成，黄粮和地主要刮一遍，现在山贼那里还要交一遍，10成去了9成9。老族长心中也是悲苦不已，为了庄里的小孩能够饭吃，看来今年冬天他和庄子的老家伙就得进山了。一旁的村民突然开口，要是那个玄霄道人在就好了，据说他最好打抱不平，定能杀了山蜘蛛。老族长让他们别瞎说，那蛇头山上可是有110来号山贼，玄霄道人再厉害，一人一剑又能干什么？还不是白白送命吗？就在这时，田野里传来一阵铃铛响，一个道士骑着一头驴悠哉悠哉地缓缓而来，正是穿越而来的李长安。看到前方有人，于是上前打听，听说附近的蛇头山有个山蜘蛛，请问该往哪边走啊？几人看他这奇怪造型，心中大为震惊，短发且复健，您莫非是那玄霄道长吗？被认出的李长安不由尴尬一笑，原来就在几周前，李长安刚来到这个世界，当得知这里的时间已经过了好几个月后，就赶到了当初的那处破庙，却发现门口不远处立了一处墓，正是自己的名字。他知道师傅肯定是以为自己死了才会这么做的，白瞎自己特意为他带的好酒，干脆就把这赖毛埋进自己的坟得了。只是不知道师傅他老人家离开榆林又去了哪里。就在这时，他在坟旁发现了那张玄霄师书的度牒，于是心生一计，如果自己用玄霄师书的名字闹出点动静，老道也许就能知道我还活着了。而且那黄皮书上新出现的妖物一时之间也没线索，只能边走边打听了。就这样一路下来，只要看到不平事，他就上去管一管，一来二去，既剿匪也除妖，名字倒是传出去了。而这时王家庄的人还在劝他小心为上，毕竟山贼人数众多，不可轻易以身犯险啊。李长安微微一笑，先是多谢这些人提醒，随即表示自己本就打算去找那山蜘蛛麻烦，既然还能帮你们，那就更要管管了。便心生一计，让他们把粮食卖给自己，用1颗弹珠作为报酬。看着手中珠子晶莹剔透，老族长激动的手都打颤。在他看来，别说1车粮食了，就是10个王家庄也抵不过呀。但他不知那珠子实际上在李长安老家可不值钱，反而贱得很，几10块就能买来1麻袋。李长安微微一笑，表示都是应得的，毕竟你们也告诉了我那山蜘蛛的位置了。而此时的蛇头山内一处天然的山洞，这群土匪正在里面开着一场宴会，中间一个衣着清凉的女子正在翩翩起舞，随着小腰扭动间，一颦一笑，眉目间仿佛流淌着春光，看得这些头领们躁动不已，恨不得一起上前陪她动起来，却也因为老大在一旁不敢付诸行动，因为这个女人属于最上座那个壮硕汉子，蛇头山大当家的山蜘蛛。就在这时，聚义堂内闯进一道身影，气得山蜘蛛大骂，咋咋呼呼的，干啥子吗？小弟连忙禀报，说是山下王家庄的供奉已经送上来了，但是送东西的是一个道士，并且还要送大当家一个宝贝，这是其中1颗。说着呈上手中的弹珠，这色泽山蜘蛛一眼就看出是个好东西，当即哈哈大笑，让他快把那道士请进来。随即想到什么，表示等会儿只留几个当家的在里面，让小的们在门外守着，内心暗自得意，毕竟那道士就这么点肉，分的人一多可就吃不饱了。没过多久，伴随着门外的窃窃私语，李长安已经来到了所谓的聚义堂。山蜘蛛看着眼前的道士，露出变态的笑容，你这道士最好真有这么一袋宝贝，否则我就割了你的宝贝炖汤喝，算作赔礼了。说罢，满堂便是一阵哄笑。李长安也不说话，眼光扫射四周，发现门已经从里面拴住了，说明并不是为了困住自己，估计是在防自己手下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倒省得我在那些杂鱼身上花力气了。随即李长安缓缓开口，大当家稍安勿躁，那珍珠不过见面礼，贫道还准备了一件更加珍贵的东西要送给诸位呢。山蜘蛛听到真有宝贝，连忙催促手下赶紧给他拿上来。手下一边骂李长安磨蹭，一边直接伸手去拿，却不曾想一道剑光闪过，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，这个小头领直接BBQ了。李长安这才接着说，这个礼物就是送你们往生极乐。怒不可遏的头领们哪里受过这委屈，直接操起家伙就朝着李长安冲杀而去。李长安也不着急，等靠近身前才神情一肃，接下来的画面有些血腥，就不给你们看了。只是洞内凄惨的叫声把门外的手下急得不行，而那个山蜘蛛更是直接跪倒在地，祈求李长安饶命，说自己祖上3代都是贫农，干这行也是被逼的呀。李长安提剑缓缓走过地上的尸体，掏出一张纸递在其面前，正是悬赏令，并且口中念道：山蜘蛛李大虎，原冠县军户，贪慕邻居妻子美色，奸杀其妻女，屠尽满门，这等罪状，你向我讨饶怕是没用，还是自己去问阎王吧。说完拔剑就准备动手，哪知山蜘蛛嘴角却露出莫名狞笑，就算死，老子也要拉你陪葬。先用肩膀硬接一击，然后趁李长安愣神之际，用自己的大砍刀用力砍去，但是却也被李长安轻松躲过。李长安心中不免唏嘘，不惜挨自己一剑也要反击，难怪能成为这帮山贼的老大。不过看着对方拼命挥动的刀法，虽然速度极快，却毫无章法，就像小孩打架的王八拳一样。随即嗤笑一声，干脆改名叫山王八，配这王八刀，岂不是更妙？气得山蜘蛛也不防守了，直接朝他劈过来。李长安也不打算陪他玩下去了。随着一道剑光闪过，山洞里当即安静了下来，随后瞥了眼一旁的女人，虽然姿色不错，但是在李长安眼里还是一旁的酒肉更吸引他，毕竟好几天没吃点好的了。即便外边的小弟们急得不行，李长安也不管那么多，
先坐下来抱着羊腿啃食起来，嘴里还嘟囔说：“外边的小弟都这么着急，你们这些幕后 boss 还在等什么呢？”那武姬身子一颤，鼓起勇气小心翼翼说道：“道爷可是对饭菜不满意，要不我马上给您换。”李长安头也不抬，只是慢悠悠开口：“还装？一进门就闻到浓浓的妖味了，就和这羊腿一样，你那股臭味，就算抹再多香料也盖不住。”然后将手上羊腿直接砸了过去。武姬脸上露出怒色，不愧是牛鼻子，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必要藏拙了。说完，体内露出尖刺，竟然变成一个硕大的蜘蛛精。一旁的农家女吓得惊声尖叫，连呼救命，并向着李长安跑去。结果还没近身，就被一剑刺穿了身子。李长安露出一丝冷笑：“大妖怪都骗不了我，小妖精还敢来送死？”见伪装没用，几个农家女也摊牌了，纷纷显出原形，居然全都是蜘蛛精。李长安却也不紧张，笑着提起一壶酒，一饮而尽。酒足饭饱，那便杀个痛快吧。几只蜘蛛女在大妖的命令下朝着李长安冲杀而来，李长安却也持剑而上，挪移躲闪之间，剑光飞舞，小妖们纷纷倒下。就在这时，蜘蛛精突然从上方偷袭，八爪齐挥，李长安连忙阻挡。老妖怪就是不一样，无论威力还说速度，都跟那些喽啰不在一个档次。不过这还不至于让他退让，随即身子往后一撤。蜘蛛女发出得意笑容：“我有妖力护体，区区凡铁可伤不到我。”李长安也不气馁，可是凡事总得试试，毕竟不到万不得已，自己可不想动用这招。说罢，只见手指运动法力，在剑锋上划过，所过之处更是漫出蒙蒙光芒。蜘蛛精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准备上去吸干李长安的骨髓，迎接他的却是一道凌厉的剑光。猝不及防之下，蜘蛛精一只手臂直接被斩断。李长安正准备上去补上一击，蜘蛛精却突然朝着他吐出一团白色物体，没等李长安反应过来，便化为蛛网将他捆作一团。那蜘蛛精却没有趁机攻击，朝着一旁的山壁一挥，顿时出现一处暗道，然后撂下一句狠话：“下次定将你这臭道士吸干，就逃之夭夭。”李长安先是一愣，然后震破蛛网，就准备追击，却不曾想身子一软，直接跪伏在地。原来刚才那招正是杀僵尸所得的新技能斩妖，虽然威力大，但是消耗也确实惊人。这时候后坐力上来，竟是将一身体力完全抽空，直接昏死过去。等过了好一会，在门外山贼的吵闹声中，他才打着哈欠坐起来，却也不打算开门和这群山贼玩了，毕竟追杀妖怪更重要。然后捡了根火把，走向一旁的山洞，很快就发现地上妖怪残留的血液，就掏出一张冲龙玉神符，准备来追踪他的气味，却没想到这味道太上头了。难道女蜘蛛都不注意卫生的吗？但是时间不等人，他已经不能磨蹭了，随即向前冲去。但臭归臭，空气却没有预料中那般浑浊，看来这山洞是通风的了。就在这时，他脸色一变，前方居然出现一些模糊的身影。李长安瞳孔一缩，握紧了剑柄，原以为是密道的山洞里，居然出现了大量的人，而且男女老少都有，除了农夫，甚至还有山贼。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面容呆滞，一动不动。李长安有些懵，这到底是人还是妖怪？然后用剑轻轻戳了上去，却好似气球漏气了一般，直接飘向空中，然后瘫软在地。李长安这才知道，他们居然都是皮囊，而这正是蜘蛛的捕食方式：先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，待到血肉内脏化尽，再将其吸空，只留一层外皮。李长安心中不免发寒，这里这么多人类的皮囊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啊！或许现代世界灵气稀薄也是一种幸运，至少少了这些恐怖的妖魔呀。忽然，在他身后有一具残骸，嘴唇微微一动，竟吐出一截尖锐物体，就要朝着李长安扎过来。李长安却好似背后长眼，回头斩去，口中骂道：“就等你这招！”成功将其斩断。伴随着残骸里面的惨嚎，一只蜘蛛破体而出，一路跳跃，很快再次消失在洞穴深处。李长安知道，看来那就是他的真身了，味道果然比之前更臭了。不过我倒要看看能逃到哪里去。随即快步跟上，结果没跑多远，便再次停下了脚步，只因前方尽头出现一间石室，顶部开了个小口，日光正好投射下来，正中石台竟然有个赤身裸体的妙龄女子，娇滴滴地喊了声道爷。可李长安却是露出了玩味般的笑意，还真是可惜了。女子此时已经靠近身前，柔弱地说：“道爷若是不嫌弃，请让奴家服侍您吧。”李长安却也不客气，表示那就来吧。就在两人就要亲嘴的时候，一阵戾气声音传出，正是李长安先行下手，用剑把他捅了个对穿。蜘蛛精满脸不可置信，李长安却摇头感叹：可惜如此绝色美人，也让妖怪给吃了。然后手中宝剑一挥，就将蜘蛛精诛杀，化为一只大蜘蛛轰然倒地。李长安收剑入鞘后，便掏出黄皮书查看，却发现不对劲，打完怪怎么不给奖励呢？而且之前画皮鬼和僵尸都是彩色的，怎么这蜘蛛是黑白的？难道他不是 BOSS 吗？就在这时，外边的山贼也闯了进来，打断了李长安的沉思。为首的山贼更是大喊：大家可别忘了我们兖州绿林第8条规矩，只要帮兄弟报仇，就能继承他的一切。山贼们的呼吸都急促起来，看向李长安的目光中，犹疑之色消减，更多的是饿狼般的贪婪，直接朝着李长安冲了过来。李长安不退反进，拔剑出鞘，森森剑光映得洞内生寒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只好奉陪到底了。许久之后，那个密道口跑出一群神色仓皇的山贼，
其中一人更是腿脚发软，跌倒在地，嘴里哭喊：“有妖怪啊，快救救我！”李长安却浑身杀气四溢的缓缓走出来。妖怪是说我吗？这一路也不知道杀了多少，没有70也有80了。本来还想放他们一马，没想到这帮山贼真够蠢的，这么简单就被人当了枪使。不过他也没放在心上，毕竟他们都是罪有应得。剩下的几个也翻不出什么风浪了。然后吹了声口哨，伴随着铃铛响起，一头大驴从角落跑过来，嘴里还不停嚼着菜叶。在他身后还紧追着一个胖子，口中怒骂：“别让我逮到你，不然非把你剁了做成驴肉火烧！”话刚说完，一旁的山贼连忙把他嘴堵住。全寨的人都被这杀神屠干净了，你不想死就闭嘴啊！李长安却也没去管，直接翻身上驴，准备动身。山贼们刚松口气，他却再次开口：“你们可别想着跑，我会看着你们的。在天黑之前，必须把粮食送回村子。”随即再次踏上猎妖的道路。而就在这天，恰逢圆月高挂，离开蛇头山的李长安来到了一处山林中，掏出月盏，念动咒语，很快便收集了一碗月酒。美酒入腹，一股清凉感觉包裹全身，身上的伤痛仿佛都减轻了不少。低头一看，月盏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模样秀丽的小精灵，正直勾勾地盯着美酒。李长安玩心大起，一个弹指就将它拨弄到酒中，看着它扑腾不已，又将它拎了起来，却也看出这是只茉莉花精，难不成也对着月酒感兴趣不成？随即微微一笑，让他别害怕，刚才只是开了个玩笑，现在请你喝点月酒算作赔礼，怎么样？这小东西连忙点头，然后就扑到盏边，捧起美酒就往嘴里送，脸上还发出陶醉的神情。这时大黑驴却突然冒了出来，把他吓得半死，一个闪身就逃走了。然后大黑驴得意洋洋地舔起剩下的美酒，李长安也不阻止他。原来自从上次这家伙偷偷喝过月酒后，居然开了几分灵智，李长安也乐见其成，毕竟常常孤身在荒郊野外，有头驴说说话也好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响起，李长安回头望去，却是一位年轻男子从空中飘落，条件反射般掏出一张冲龙玉神符，却发现这人身上除了泥土草木的味道以外，竟然没有半点人为妖气，也不知道是哪路妖怪。年轻男子这时也表明来意，说自己在这山中办了一场酒会，有好酒者皆能参加，你可愿来？李长安眉头微皱，这酒可是被驴舔过的，也算好酒吗？来人微微一笑，驴喝过的与人喝过的并无不同，况且驴都喜欢，更说明此酒的妙处。李长安见话都说这份上了，既然对方不嫌弃，那没啥说的了，便让对方带路即可。很快李长安在男子的带领下朝森林深处走去，一路过来林间精灵似乎都多了不少，李长安也按捺不住好奇，开始自我介绍：贫道俗姓李，道号玄霄，还不知先生怎么称呼啊？前方男子头也不回，轻轻说了声话：“我恒先生便是。”这整的李长安直犯嘀咕。一般来说，胡先生是狐妖，黄先生是黄鼠狼，当路君是狼妖，这恒先生还真没听过，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伴随着疑惑，很快走到一处空地，有个石头凿出来的石缸，正是用来盛酒的。在李长安惊讶的目光中，恒先生拿出一个葫芦就开始往里面倒酒，那浓郁的酒香在李长安那放大许多倍的嗅觉中，竟是没有一丝杂味，当真是难得的好酒。就在这时，却传来阵阵轰隆声，李长安不由循声望去，竟是一个身高数10米的巨人，扛着一个巨桶从林中走出，身下更是走来无数动物，纷纷往石缸中倒酒，有禽兽得道，也有草木成精，唯一共同点是都带来了好酒。这时恒先生突然开口：“道士，就差你了。”李长安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将月酒倒入其中，心中暗自称奇，这场酒会还真是处处神奇，就连装酒的石缸也是法器，能按品质来凝聚酒水啊。在他发愣的时候，恒先生再次开口，说了句：“来了。”李长安不明所以，旁边的兔子示意他静声，仔细听。李长安随即侧耳倾听，只听到山峰里隐约有玉碎一样的清脆声响，轻微而断续，竟是有无数花朵绽放，从中飞出一个个的花枝精灵，在林间飞舞，不论是人是妖，是草木还是禽兽，都沉醉在这良宵美景当中。直到恒先生拍了拍手，一个个的花枝精灵便拿着木碗，在石缸中盛满酒液，依次分给在场的所有客人，并且不论带来多少，都是一视同仁。李长安却有些诧异，因为自己这碗都要满的溢出来，抬头望去，原来给自己分酒的是刚才那只喝酒的小花精。双方皆是对视一笑，恒先生高举酒碗，说了句饮胜，在场客人纷纷同样高举，然后一并饮下，酒液入喉，不仅滋味醇厚，更好似自带生机，一身暗伤都好似消失了似的。这等神效算作琼脂玉液也不为过呀，难怪为了一品佳酿，蛇鼠这种天敌都能把酒言欢。不过这么说来，我这半路出家的道士应该也能和他们聊上两句吧。随即跑去询问他们有没有见过那种1丈大的蜘蛛，成妖的那种。兔子精纳闷道：“你找他干嘛？”李长安一听有戏，当即说道：“我是道士，当然是要除。”还没说完，兔子精惊骇地说了句：“你要除妖不成？”场中顿时一片寂静。李长安心中直犯嘀咕，这帮妖怪不会是要干我吧？正在心中计算，如果打起来的话，自己胜算有几分时，兔子精让他别紧张，表示自己听说前些天明州来了只大蜘蛛，凶残得很，把附近的小妖都吃光了。这里有好些朋友都是逃难过来的，你要是真能把他宰了，
咱们大伙还得谢谢你呢。说的一旁群妖连连附和，表示没错，那么恶心的家伙死了活该。李长安正待细问，忽然空中那些花瓣全都飘落，转眼间妖怪都纷纷离去。看李长安还没走，恒先生上前询问，宴会都散了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李长安也是有些尴尬，表示自己本想去明州的，但这深山老林，自己想走也不知道往哪走啊。恒先生随即一指，告诉他只要顺着那条山道就能下山，然后再沿着官道一路向北就是明州了。李长安放眼望去都是山林，哪有先生所说的山道啊？恒先生微微一笑，既是我邀请来的，自会送你离开的。然后掏出一块木牌递给李长安，表示这个暂借于你。李长安接过后有些莫名，刚想问这是干什么的，却在低头间伴随着风吹树动，周遭已是再无他人。等他再次朝前望去，豁然已经出现了一条山路。既然有路，李长安也没想那么多，随即便骑驴上路。只是想着木牌上的玉衡二字，不禁想起附近有座玉衡灵山，一时间李长安恍然大悟，莫非这位恒先生就是玉衡山神不成？赶路很是枯燥，但李长安一路降妖除魔倒也挺忙。这一日他便来到一户村庄，竟有一男子死后还挣扎不休，被绑在板车上。李长安端着一碗符水，口中念着超度经文，并用柳枝沾了符水洒在死者身上，直至经文念完，符水洒落，死者一身怨气终于散去。李长安上前伸手抚上双眼，安慰其母亲他已经安心离去了。正准备离去时，一位老太捧个碗上前感谢他之前的超度，并让其不要嫌弃。李长安瞧了眼老人碗中的铜钱，心中知道恐怕是各家各户掏光了家底才凑来的。以前他还笑老道心软吃土，如今落到自己身上，又怎么能够狠下心拿走这些苦命人唯一的积蓄呢？随即想了想，表示出家人用不着这么多钱，若是方便的话，就请帮我另一个忙吧。半个时辰之后，看着衣服上的补丁，李长安倒是颇为满意，虽然不美观，但胜在牢固耐穿，就是这颜色有些眼熟啊。抬头望去，正是刚才的老太太竟把自己的衣袖扯去，帮他进行缝补。李长安心头感叹，却也没多说什么，点点头便告辞离去。这时老太突然想起有件重要的事情，差点忘了告诉道长。原来前些日子村子里来了几个土匪，四处打听，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短发的年轻道士。这话听得李长安有些傻眼，这年头短发的道士除了自己，估计天底下也找不到第二人了。他知道肯定是沙山蜘蛛引来的后患，看来有的玩了。随即谢过老太后，就准备离去。到了夜晚，恰逢又是月圆之夜，看到前方有家客栈，心中不由感慨，不知不觉离开玉衡山都1个月了。虽然床榻舒服，但为了越久，看来今晚是得和蚊虫相伴了呀。正准备扭头离去，客栈中却出来个老头招呼他，表示前路艰险，晚上又经常有盗匪鬼魅出没，不如在店里歇上一宿如何？李长安的目光在他身上巡视良久，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去，笑着说不劳老丈费心了，贫道的剑术还是勉强可以自保的。只是没走多久，笑容就逐渐消失。原来刚才那老头可不是普通人，若是灭将，手上却没有竹篾所划的积年伤痕；若是农人，背脊未免太过挺直。这路见不平拔剑而起虽然爽，但是每拔一次剑就会多一份仇怨。这老头多半就是山贼与党派来杀我的刺客吧？虽然有刺客来报复是迟早的事，但是年纪这么大的刺客还真是没想到呢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尖笑，李长安抬手抓取，竟是一支飞剑，然后随手将其捏碎，嗤笑道：如果只有这种程度，我劝你还是早早回去吧，省得浪费时间了。话语刚落，就发现不对劲。李长安悚然回望，只看到2道电光风驰电掣，相逐而来，竟是弧度飞行，并朝着他攻杀而来。李长安连忙拔剑相对，先是用剑身隔开一道电光，另一道电光却是只来得及勉强荡开，随后电光就沿着大黑驴头顶飞过，割下一缕毛发。看到2柄小剑悬浮空中，脑中不禁想起那大名鼎鼎的飞剑之法。看着2柄小剑再次袭来，李长安连忙招手，让对方且慢动手。前方小剑不断盘旋，身后却响起一道声音：小小道士肆意妄为，就是依仗这一身剑技吧？回头望去，正是刚才那客栈老头，此时换了一身行头，冷笑说道：既然同是用剑之人，你可否认的老夫的飞剑之术吗？李长安有些诧异，这老头莫非是认错了人？随即说自己可从未仗着剑术肆意妄为啊。老头嗤笑一声，认错人？小道士莫非忘了蛇头山那137个剑下亡魂了吗？李长安有些愕然，居然有137，自己有杀那么多吗？随即却也反问，你可怜那些山贼，怎么不可怜一下被他们凌虐杀害的百姓呢？况且山贼头领还蓄养妖血。岂料老头闻声怒骂，混账！蛇头山再不堪，也是我大当家的手下走狗，是对是错，自有大当家判定，何时能轮到你这个野道士插手呢？李长安这才明白，原来眼前的老头居然是为土匪做事。听到李长安说土匪，老头更加生气，表示我家大掌柜的江湖人称价金良，乃是河北道绿林魁首，黑白两道哪个不让他3分？怎能单单用土匪2字称呼？李长安却是笑了一声，照你这么说，大泼皮便不是泼皮了吗？气得老头浑身发抖，小道士竟敢满嘴胡言乱语，老夫本念你身手难得，有意招揽，却没想到你居然如此喜欢卖弄口舌，我定要先刮你100个耳光。
再让你去弟兄们坟前磕几千个响头才行。李长安听罢却叹了口气，拍了拍大黑驴的屁股，让他先走，然后表示之前那声且慢想必让你误会了，我不过是不想伤了我的驴罢了。至于你我二人，既然话不投机，那么多说无益，还是让我领教一下老丈的飞剑之术吧。老人面色蓦然一变，冷声道：“不知死活。”随即两支小剑腾空而起，朝着李长安飞驰而来。好在李长安身手灵活，关键时刻总能躲开攻击，却也知道这样下去可不行，只能不断挨打，却不能反击。这飞剑剑后无人，若想胜，就必须近身才行。哪知老头也人老成精，看出李长安的意图，直接后退了10来米，口中还嘲笑道：“你这倒是激烈，不过想进老夫的身子，总得带点像样的见面礼吧。”李长安气得在心里大骂：“靠，还能有点剑仙风范吗？”不过随即想到师傅曾经说过，剑仙基本是陆地神仙，打我不可能这么费劲。这老头的这手飞剑恐怕真的只是会飞的剑而已。随即计上心头，打算探探其中虚实，然后掏出符咒，直接朝着老头掷去。老头看着符咒也不敢小看，毕竟哪有道士不会法术的，赶紧嘴里吹气口哨，两只小剑当即往回撤，顷刻间就将符纸搅成碎片。老头得意地笑出声来，任你法术通玄，用不出来也是白搭。却不知李长安嘴角一笑，果然上钩了，你这笨蛋，刚刚只是假动作罢了。随即掏出一张冲龙御神符，顷刻间就发动成功。此时在他的感知中，可以看到两柄小剑竟是两个无形之物在进行操控，原来是靠妖物伪装成飞剑啊！老头恼羞成怒，直接手指一挥就要下杀手。你这臭小子，老夫本是惜才，你却不知好歹，更是得寸进尺，那就休怪本剑仙不留情了。李长安已经看破虚实，虽然所谓的仙剑来势汹汹，却也没有再放在眼里，直接发动神通斩妖，伴随着剑光闪过，两柄剑直接断开，口中嗤笑一声，区区三流术士也敢自称剑仙。老头此时绝招被破，也是有些失魂落魄，最终长叹一声，闭上双眼，是老夫技不如人，小觑了道长，还请下剑干脆利落些。李长安却也不作声，随即还剑入鞘，淡淡说了句：“老人家，世道艰难，你这把年纪还是回乡下颐养天年吧。毕竟他虽然是个三流术士，但在盗匪里面应该也不简单了，想必放他回去之后的路会顺畅许多才对。”第二天刚出山林的李长安没走多久，就看到了一处亭子，于是上前歇息，顺便查看一下那重金买来的地图。哪知这鬼地图连个路标都没有，这要拐错了一个弯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到明州了。就在苦思冥想之际，突然感觉身后来人，竟是一个和尚对着他合手行礼。李长安随即便问：“这位法师可有要事？”和尚微微一笑，在玄霄道长面前，我可不敢当法师二字啊。不过昨日道长手下留情，贫僧再次替我那老兄弟谢过了。李长安这才明白，原来这秃驴也是个土匪头子，随即表示谢就不必了。茶水有吗？这句话有些没头没脑，老和尚有些懵，不过倒也取出一个葫芦递了过去。李长安倒是没什么心思，纯粹就是口渴了，拿起就喝。老和尚这时也开门见山：“道长既然知道我是绿林中人，为何还能如此泰然自若？”李长安直望着他也没说话，然后突然手握剑柄，这下子如同捅了马蜂窝，四面八方出现大量土匪，远处貌似还准备了大家伙，并且口中大喊：“保护大掌柜的！”李长安也听出原来这人就是土匪头子驾金良，看着这群精兵猛将，要是自己动手的话，不知在被杀之前能拼死他们多少人呢？这时驾金良招手让他们稍安勿躁，笑着说：“玄霄道长果然名不虚传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本意就是要在此伏杀道长。”李长安面无丝毫惧色，反问道：“那又为何改变主意呢？”因为他知道，如果是伏杀的话，驾金良就没必要现身了。驾金良表示：“我那老兄弟不自量力，幸得道长剑下留情，如此恩德，我等又怎么能恩将仇报呢？至于这些小子，不过是担心我的安危罢了。毕竟我辈中人，谁又敢孤身出现在玄霄道长面前呢？”在李长安看来，能把这么厚颜无耻的话说得这么坦荡，倒也是一种本事。随即便问他现身是想做什么。驾金良表示自己是想请道长到我的兰若盘横一阵，聊表谢意。看这架势，李长安想拒绝怕是也不成，干脆答应了下来。很快一行人就来到了一处寺庙，并将李长安带到了一间偏殿。让他意外的是，里面拜的居然是一尊关公像，上方牌匾还写着替天行道。李长安心中不禁吐槽：是替天行道才对吧？我倒要看看这土匪头子想搞什么花样。等李长安落座后，驾金良一边倒茶，一边告诉李长安自己这次请道长来，主要想让手下郎和道长见个面，以后若是不慎冲撞了，还请道长能给个面子，手下留情啊。尽管对方摆足姿态，李长安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堂堂瓢把子怎么会怕自己这一人一剑呢？随即让老先生也不必拐弯抹角，有事直说就是。驾金良嘿嘿一笑，表示自己确实有事相求，然后拍手呼唤道：“菲菲，还不过来参见道长？”说着走进一个16、17岁的少年，长得倒是挺斯文，根本看不出是个土匪的儿子。双方相互见礼之后，等儿子出去了，驾金良便问李长安：“你看我儿菲菲如何？”李长安心中不禁腹诽一句：“还能怎么样？反正不像你的种。”嘴上却淡淡的说：“令公子灵台清明，不像沾了邪祟。”驾金良哈哈大笑：“道长说笑了，有我驾金良在此，哪个妖孽敢来作祟？”
一番话说的底气十足，李长安却也知道对方没有说错，因为但凡沙场大将或者绿林巨寇，大多煞气冲天，寻常妖魔根本不敢靠近。虽然自己不懂望气之术，但他这河北道绿林总条把子，煞气想必是足得很啊。这时夏金良却又告知李长安，自己其实还有个名字，居然就是人称河北道第一巨富的徐崇道。这倒让李长安大吃一惊。传闻这徐崇道不光有钱，更是一个大善人。南方遭水灾他捐钱，北方遭旱灾他捐钱，朝廷要是兵变他也捐钱，平时扶危济贫更是多不胜数。没想到大善人竟是大土匪，捐出去的钱全是抢来的。老和尚道了一声阿弥陀佛，然后继续说自己这行当做得久了，虽有些余财，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而且现在也老了，深感自己罪孽深重，就想着退出来金盆洗手，痛改前非。平时日也多行善积德，但是菲菲这孩子却不肯跟我隐退，一心想要当大道。可老一辈的他不服，年轻的又斗不过他。说到这，老和尚长叹一口气，这孩子技艺虽精，但毕竟小小年纪，心性未稳，为了避免他以后惹出大祸，牵连家人，贫僧恳请道长为我除此孽障。很快李长安来到了大雄宝殿，菲菲此时已经换了一身黑色劲装，恭候多时。李长安也是有些脑袋疼，还说什么让我除此孽障，我要是真这么干了，怕是走不出这贼窝吧。这秃驴分明只是想让我揍他儿子一顿，让他知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然后绝了当大道的心思。随即李长安正想先打个招呼，菲菲却直接掏出一个弹弓，伴随着一道尖锐声破空而来。李长安连忙躲开，弹药直接砸到身后的柱子上，威力确实不小，将柱子砸出一个深坑。见状，李长安也不再多言，他倒要看看对方有什么手段，干脆站定在大殿中央，气定神闲，等着菲菲出手。很快尖锐声再次响起，李长安却轻描淡写的将射来的铁珠挑开，这操作让菲菲有些吃惊。李长安哈哈一笑，如果只有这种程度，恐怕山里打野鸡的小毛孩子也能当大道了。菲菲冷哼一声，却是掏出一个飞爪，在李长安莫名的目光中扔上房梁，瞬间自己就借力跳了上去。李长安心中明白，这菲菲的心性果然急躁，自己只是稍微一击就忍不住要亮底牌了。就在此时，李长安耳朵一动，循着珠子飞来的方向看去，在柱子上发现一个凹痕，没想到这次居然是弹射，随即用了招被剑士进行格挡。但是在他格挡的时候，菲菲却落至身前，挥剑削向李长安的小腿，不过还是被李长安躲开。但是菲菲早已布置了连环杀招，在他看来这种程度，杀这个野鸡倒是完全足够了。随后伴随着数枚弹射而来的铁珠，菲菲更在一旁持剑进攻。不过此时的李长安已经很强了，通幽让他身体强健灵活，剑术让他机敏迅捷，对战经验也在这段时间的恶斗中成长迅速。这小场面应对来说还是很轻松的，久攻不下，菲菲也是有些气馁。李长安这时告诉他，无论剑术还是弹射，都无外乎快准狠3个字，但你一心二用，失了准头，两者相加的威力反倒打了折扣。本是指点的话，在菲菲看来倒是嘲讽一般，气得大骂，你这目中无人的臭道士，受死吧！随即也顾不了那么多，直接冲了过来。李长安也直接持剑而上，虽然对方高速移动，却也直接刺中剑柄，将其挑落。落地后的菲菲震惊不已，那一剑对他来说实在匪夷所思，难道这道士的剑术真有这么厉害吗？李长安这才缓缓开口，打了半天没分胜负，不如就到此为止如何？菲菲听了更加恼怒，胜负未分就更要打，其他的等你赢过我再说吧。随即持剑再次冲了过来，李长安的耐心也快磨没了，既然这小子这么固执，就只好让他吃点苦头了。在双方身形交错之间，躲过对方攻击，并急速出剑。不曾想似乎下手太重，仅在瞬间内，菲菲上半身的衣服就炸裂，露出雪白的身子。见对方身形不稳，连忙上去接住，将其搂在怀里。迎面而来的男子气息让菲菲不禁羞红了脸，李长安却也没有在意，还调侃道：“这种伤敌800，自损1000的打法也是跟土匪学的吗？”气得菲菲大骂：“你别动，再动我就给你换个眼珠子！”说着更是举起弹弓就要打过去。李长安这才发现不对劲，这小子怎么白得过分？更是瞧见微微鼓起的胸肌上裹着一层厚厚白布，心里不由咯噔一下，不会这么狗血的事让我碰到了吧？连忙把剑一放，举起双手连连后退，示意投降。是你赢了。菲菲先是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高兴的欢呼雀跃。离开之前却把自己的弹弓丢给李长安，表示你这道士虽然嘴碎了点，但还算是个不错的对手，这弹弓就送你了。李长安看着其离去的背影，脑子有些转不过来，不知道啥意思。等菲菲走后，屋顶却再次传来一道声音，正是夏金良从房梁上跳了下来。老和尚叹了口气，没想到就连道长也让那孽障给赚了，看来再没人能制止他了。李长安也不接茬，将手中弹弓丢了过去，表示送你了，脸上神色有些莫名。这世道妖魔横行，多了区区一个飞贼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第二天清晨，李长安一早起来，刚走到偏殿就有些诧异，感慨这世道还真是邪门，一夜之间土匪窝居然又变回了和尚庙。夏金良看到李长安出来，也是热情地打着招呼，而李长安正是来和他告辞的。夏金良却早就猜到，并表示昨天自家小崽子的事真是麻烦道长了，所以他特地准备了一些薄礼给道长饯行。说话间，就有2个手下端来一个大箱子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一些绢布。
这倒让李长安有些发愣。夏金良脸色阴沉不少，低声怒喝：“怎么回事？我准备的银钱呢？怎么只剩下绢布了？”旁边的人小声地说：“少当家的一早好像来过。”夏金良当即泄了气，讪笑着让李长安稍等一会，自己重新备上一份。李长安却好似发现不对劲，微微摆手表示不用了，更是掏出一张冲龙御神符直接发动。随着符纸消失，他发现这布帛上的气味居然和蛇头山洞窟中的气味有些相似，肯定是蜘蛛妖怪的气味。于是问夏金良这绢布的来历，夏金良不明所以，却也告诉他这是近日有名的云浣纱，据说这料子织出来就是素白色，而且不沾尘土也不沾水，十分的坚韧轻盈，刚出来便是有价无市呢。而李长安从感知中发现不对，这上面如此浓烈的妖气根本不像是沾染得来的，反而是料子本身散发出来的。看来这料子极有可能来源于妖魔本身了。之后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产地居然是明州城辖下的祁县，原本那地方穷得很，村里的人连媳妇都娶不到，只能往外嫁女儿。可是听说前不久那里的云罗山来了个织女娘娘，带来天上之晚霞的线索，才有了这云浣纱。李长安不禁想起当初在玉衡酒会时，听那些妖怪说明州来了个大蜘蛛，把附近的小妖都吃光了，难不成这织女娘娘会是她吗？不久之后，李长安再次踏上路途，却发现那菲菲不知道搞什么名堂，从下山开始就一直跟在后面，随即便问小郎君，你要去祁县便自己去，何必跟着我这个野道士不放呢？似乎这话有了作用，没过多久，身后的人影就消失了。可是没走多远，李长安又是一愣，原来这菲菲不知什么时候居然绕到了前面，口里还嘲笑说：“道士，你这驴子怎么这么慢？我可在这等你有一会儿了。”李长安有些脑壳疼，却也告诉他：“小郎君大可不必等我，我这毛驴的脚程可没法跟你的神驹相提并论，你若着急赶路，还是快马先行的好。”见菲菲愣在原地不说话，李长安连忙招呼大黑驴快走，哪知没等黑驴发动，菲菲就唤住了他。没想到居然是给他吐露自己心事，表示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。从小父亲就不喜欢我学他的东西，但是自己偏偏喜欢，而且学得很快。直到父亲说他要隐退的那天，我告诉他我要继承他成为名震天下的大盗，遭到他的反对，并找了很多人想让我知难而退。直到父亲手下最厉害的二叔输给你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找你来和我比试。只是我想问你，我真的赢了吗？当李长安表示确实赢了之后，菲菲却说父亲说他胜之不武。李长安却笑了笑，赢了不就是赢了吗？哪有那么多事？菲菲看他这悠哉的样子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表示要再打一次。你昨天不过仗着剑长才占上风，这次我的剑比你的还长3寸，定要你输得心服口服。等他话说完，李长安人都没影了，原来是趁机开溜，口中还调侃：剑客可都是根据身体臂展决定剑身长度，你这个都能当晾衣架了，仓促换剑只会输得更快。前后追击间，天气说变就变，居然下起雨来。两人随即躲进路边的茅草屋里，菲菲一边拧水一边怪李长安：都是你，大道不走偏要走小道，一路上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。李长安却在一旁换完衣服，笑着说：谁让你跟着的，现在反倒怪上我了。回头却发现这家伙抱在那里瑟瑟发抖，硕大的行囊放在一旁，却没有丝毫打开的意思，心里也明白怎么回事，随即换成蓑衣，表示可能要在这里过夜，自己去寻点柴火。在外头溜达了好一阵，李长安估计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才回来。进门前故意发出动静，哪知迎接他的却是一道雪亮的剑光，连忙把柴火一扔，侧身躲避，诧异说道：你这是干什么？而那菲菲此时换上一身劲装，正挑衅地看过来。我说过我们要再比一场，如今被山雨困住，不比剑还能做什么？然后长剑一展，再次攻了上来。李长安一个挪移倒是顺利躲开，但是房子却遭了殃。李长安连忙让他停手，这房子可不结实啊。菲菲却不管不顾乱砍一气，李长安心中不禁直犯嘀咕，难怪随随便便就离家出走，这丫头倔起来简直油盐不进啊。然后一剑将其隔开，就朝着外边的黑驴发信号，开始跑路。菲菲正要阻拦，茅草屋终于支撑不住，轰然坍塌。很快菲菲就带着马从残骸中钻出来，李长安倒也没走远，笑着说：咱们先别打了，找个地方避避雨吧。菲菲气冲冲地表示：还找个什么呀？那里不就有现成的地方吗？你刚才捡柴火难道就没看到吗？李长安闻言却有些意味深长地说：可是那村子没人呢。闻言菲菲有些莫名其妙，没人不是正好吗？李长安沉吟片刻，也好，也该叫这家伙知道，这是道吃人的，可不只有官府和强盗。进去后才发现，村子比想象中更加破旧。没走多久，身后就传来了一声尖叫声，回头看去，原来是菲菲看到地上有几节白骨，吓得她一脚踹飞。李长安走过去笑着说：怎么，害怕了吗？菲菲连忙辩解道：区区一些死人罢了，有什么怕的，只是挡着我的路罢了。天正5年定海川一役，还有天正6年剿灭河州白莲道，我都见识过。我见过的死人怕是比你见过的活人还多呢。李长安不由觉得好笑，这丫头怕是没见过春运，况且活着的人又怎么会害怕死去的躯壳？他们害怕的是躯壳之外的东西。不久之后，菲菲就呼唤李长安说自己找到了，表示这应该是保存最好的一间房子，里面应该没有漏雨呢。李长安心想这菲菲还真能找，
整个村子就属这间房子的死气最重。也不等李长安说话，菲菲就急切地进去查看情况。李长安随即也不再多想，既来之而安之，交代大黑驴机灵点，多照看一下一旁的同伴，然后便一起踏了进去。扫望四周，发现这屋子似乎是村里祠堂，正中却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大石台。菲菲一眼就相中它，表示这台子是我的了，长宽正好，刚好能拿来当床使，还调笑李长安：“看来你只能睡地上了。”李长安却笑着取下蓑衣，说了句请便，然后也没多说什么，就自顾自地躺下了。等到夜深人静，菲菲正在熟睡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她，迷糊地睁开眼，却看到李长安正直直地盯着她，正要尖叫。李长安连忙捂住，让她先别激动，并让她静声，指了指周围。菲菲顺势瞧去，这才发现那些灯架上已经燃起了悠悠灯火，四处似乎透着一股诡异。而此时的村庄里的那些棺材竟从中爬出死人，祠堂内的阴森气息搞得菲菲有些不知所措。李长安让她先别说话，自己这里有所发现，随即指向门缝外。菲菲趴过去一看，竟是无数干尸正朝着这里缓缓走来，惊得她连连后退。而且刚才自己睡觉的平台也发出声响，他俩回头一看，竟弹出一只干枯的大手。李长安知道出去已经来不及了，一把捂住菲菲，然后就躲了起来。外边的死人聚集的差不多后，便朝着祠堂走进来。祠堂内的白发干尸身份似乎不一般，外来者通通扑倒在地朝他磕头。这一切都被躲在房梁上的二人看得清楚。李长安知道这肯定是尸妖，没想到竟能号令狮群，看来已经有了道行，难怪死气如此浓厚。而菲菲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居然在死尸上面睡了大半夜，一时之间百感交集。怪不得这臭道士如此古怪，肯定知道什么。片刻之后，门外响起一阵马的悲鸣，菲菲大吃一惊，这不就是马鸣吗？很快几个死人就抬着一匹马走进祠堂，菲菲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幸好不是我的狮子聪，只是一个普通的矮脚马。而那矮脚马就没这么好运了，直接被丢到地上，被尸妖用爪子按住脑袋，却已经没了挣扎，只是不断悲鸣，且眼中泛着水光。尸妖的脸上更是露出诡异的神情，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，直接撕咬下去，并且大口吞噬起来。不消片刻，只剩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干瘪马尸，而尸妖缓缓擦去嘴角血迹，身体机能仿佛恢复不少，忍不住仰天长啸一声，整得菲菲有些担心，不会被发现吧？不过很快他们就看到死人们再次行动，将石棺摆放整齐，然后抬了个白衣男子走了进去。李长安鼻尖微微耸动，这书生竟然是个活人。就在这时，书生也醒了过来，看着眼前恐怖景象，吓得魂不守舍，眼泪都要掉出来。眼角突然间却发现房梁上居然躲了2个人，他眼中立刻爆出难以言喻的光芒，而菲菲的心却随之沉到了谷底。糟糕，这书生想拉我们垫背，说着就想举起弹弓。李长安让他先等等。让他们意外的是，书生只是看了一眼，轻轻一叹，竟是选择闭目等死。这下子菲菲实在不知自己该如何是好。李长安却已经下定决心，找菲菲借钩绳用一下。菲菲猜出他的想法，等他把钩绳绑好后，还是忍不住问道：“何必要冒这个险呢？小心一去不回啊！”李长安哈哈一笑，即便非亲非故，如此一事，怎能不救？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。人在半空，剑已出鞘，青光缠着剑光，直取惊骇的群尸。李长安突如其来的袭击下，连那尸妖都措手不及，刚抬起头，就见青光一闪，小半边脑袋已经不翼而飞。李长安趁着活尸们还没有围上来，赶紧一把拽起书生，用绳索套在他的腰上。书生正想说点什么，李长安直接抓住绳子的另一头，奋力扯动，那书生便直直的上了房梁，顺道告诉他省点力气，有话等逃出去再说。等他回头，群尸已经扑了上来，李长安却也不慌，连续侧身躲过攻击，然后跃至石棺之上，就准备利用绳索升空，却没想到房梁上的2人大喊小心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安的脚却被一只大手牢牢抓住，回头一看，竟是那被削掉脑袋的尸妖，心中只来得及怒骂一句这都没死，然后就被尸妖一把拽至地面。李长安强忍着疼痛看去，那尸妖顶着半截脑袋正张开大嘴，就要咬了上来。李长安不敢大意，急忙用剑抵住，但是这尸妖的牙是真不错，相互碰撞竟发出铁石之声。李长安顺势往后一撤，尸妖再次冲上前来，并且张嘴吐出一团黑气。李长安先是利用衣袍进行阻挡，然后打算直接开大招，使出破煞猪血，一剑斩妖，伴随着剑光闪过，剩下的半截脑袋也被打爆，尸妖这才没了声息。但是李长安此时已经是气喘吁吁，毕竟这招斩妖还是太耗精力了。但是活尸可不会和他客气，已然汹涌而至，眼看就要扑至身前，却传来一阵尖笑声，将面前的活尸击倒。抬头望去，正是菲菲及时出手，并笑着说：“道士，你现在欠我一条命了。”死里逃生的李长安此时力气也缓了回来，微笑回应：“大恩不言谢，不过道士的小命可不值钱，估摸着就值1碗酒水了。”菲菲爽朗一笑：“有酒就成。”然后丢出钩绳，李长安一把接住，然后在柱子上借力，直接跳了上来。结果一只脚刚踏上去，他们所在的房梁居然支撑不住，出现断裂。李长安当即脚下一空，就要掉下去。
菲菲没想那么多，连忙伸手去拉，这才把她拉了回来。李长安没时间道谢，表示这房梁就要塌了，不过这样正好，你们抓稳了。没等他们说话，一手一个将他们抓紧，然后直接跃了出去，并且伴随着房梁塌陷，年久失修的祠堂直接垮了，将活尸埋在下面，倒是少了许多麻烦。然后李长安吹起口哨召唤黑驴，伴随着铜铃声响起，大黑驴带着菲菲的坐骑从角落跑了过来，但是后面居然追了不少活尸，难不成村里的死尸都醒了不成？他们知道此地不宜久留。李长安连忙翻身上驴，让老伙计加把劲，只要今天能逃出去，下次整碗月酒都给你喝。却感觉到身后有活尸逼近，正要出手，却传来熟悉的尖笑声，活尸应声倒地，正是菲菲再次出手，还笑李长安怎么磨磨蹭蹭的，这下子你可欠我2条命了。李长安嘿嘿一笑，不就是2顿酒吗？有机会定赔你一醉方休。之后却也不敢停留，一路疾奔，直到天明，终于赶到祁县。而到了晌午，小二还在和客人议论，说今天可真是怪了，一大早的就来了3个蓬头垢面的家伙，跟投胎似的冲进来要睡觉，看着邋遢，出手却阔绰得很，要了3间上房，蒙头就睡，到晌午了一个都没起来。这几个客人却好似想到了什么，难不成是遇到了那个？不过应该也不对，要遇到那村子，那还能有命活着呀？说话间，楼梯处却传来声响，正是李长安下来了。小二连忙上去招呼他落座，李长安却表示酒菜不急，先是向他打听最近可有什么怪事发生啊。小二笑着说，这佳期将近，正是普天同庆的日子，哪来什么怪事？这倒是出乎李长安意料，连忙追问是什么佳期。小二笑着解释说是乞巧节要到了，而且让道长今晚定要看看，我们这的乞巧节可比别处热闹多了。说着指向窗外，表示今晚还有灯会呢。那牛扮成为了讨好织女娘娘，还真是阔绰，什么招都能想出来。不过他也就是运气好，要是我撞上娘娘下凡的话。虽然小二话没说完，但是那魔猥琐的神色也能猜到想什么了。李长安正听着刚才的信息若有所思，就在这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，很快走进来一个衣着富贵的中年男子，进来便拿出一个画册，问大家有没有见过画中之人。李长安一看，这不就画的是昨晚那个书生吗？难不成他身上还有故事？不过好在昨晚造的蓬头垢面，倒是和画上相差挺大。客栈里的人纷纷表示没见过。见寻找无果，中年男子也不多做停留，便走了出去。等那帮人走后，李长安便朝着一旁鬼鬼祟祟的书生说：“放心出来吧，那帮人已经走了，而且公子这扮相原本还没人认得出来，但是如此遮掩，可就是不打自招了。”书生闻言放下袖子，正准备和李长安坦白，突然菲菲冒了出来：“我可是听那帮人说了，他们找的是个骑矮脚马的，而且他们一瞧就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。你长得这么俊俏，难不成是偷了人家的钱，或者是人财两得吗？”书生却是叹了口气，有些涩然的如实相告：“小郎君说笑了，其实我是离家出走。”这话听得李长安一惊，菲菲却是眼前一亮，原来这人也是离家出走啊！随即让他不用说了，并招呼小二上酒。这么一下子，两人仿佛找到了知音，言语间推杯换盏，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。书生更是打开了话匣子，表示自己从小不喜欢读书，可父亲偏偏逼我去读，还让我考取功名。但是如今世道，当官又有什么用？菲菲表示赞同，读书有什么意思？还说什么阴阳书信，男女一行，简直是狗屁不通，还是舞刀弄剑爽快许多。说完，两人却发现李长安怎么不发表意见，直直的看过来。李长安也没料到这话题冷不丁就扯到了自己身上，随即洒脱一笑：“出家人无牵无挂，哪来这些烦恼？”但是也不禁陷入沉思，哪个子女不曾违背过父母家人的期待呢？而我背负的期望其实比菲菲他们都要更小。如果对我有期望的那个人还在的话，恐怕会更失望吧。长安啊长安，连长安这2字，我不是也没能做到吗？随即一饮而尽，但心绪却好似杯中酒，略带凉意。很快就到了晚上，城中已经开始欢腾，不光孩童嬉笑玩闹，各式的摊贩也是沿街相连。李长安正看着一旁的商品，突然听到孩童大喊：“织女娘娘来了，快看啊！”放眼望去，原来是一群人马正抬着一个女神雕像，而李长安的注意力却放在其后面的一大一小2个女子身上，只因气质确实比较突出。小女娃此时有些兴奋，高兴的大喊：“姐姐快看，是织女娘娘！”一旁女子有些无奈，让她别跑太快，小心摔着。可是转眼间，小姑娘就跑进人群，还调笑是姐姐太慢了。让李长安意外的是，这小姑娘居然可以穿越木板前进，而身旁却没人发现，心中颇为震惊。看来这乞巧灯会果真是热闹非凡。最终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糖葫芦，然后回头询问一旁女子：“姐姐，你带钱了吗？”娘亲说，在凡人的地方拿东西就要给钱的呢。温婉女子脸上全是惊讶，显然她的字典里就没付钱2字。她脸色有些尴尬：“付钱吗？我没有钱啊。”就在这时，一个脸戴狐狸面具的男子拔了根糖葫芦蹲至身前，笑着说：“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们买。”而此人正是李长安。小姑娘心思纯洁，没想那么多，睁大眼睛兴奋地说：“道士哥哥，谢谢你的糖葫芦，不过可惜我们就要搬走了，不然我一定请你去我家玩呢。”闻言，李长安露出莫名神色：“搬家？这边不好吗？”
小姑娘此时的语气有些低沉。我也觉得这边很好啊，可是最近我家附近来了个恶邻居，娘亲说他会引来灾祸，害怕殃及到我们，所以就要搬走。而在小姑娘身后，此时的李长安在温婉女子的眼中活脱脱像个又骗又女的怪叔叔。不过他还是接着问小姑娘，这恶灵在哪？说不定我可以帮你赶跑他们哦。这话听得小姑娘有些惊讶，正准备说些什么，却被那温婉女子赶紧拉了一把，表示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得走了。李长安还待挽留，两人就已经走远。小姑娘笑着说，道士哥哥，希望以后有机会你还能请我吃糖葫芦。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人群之中。李长安不由想起老道曾经说过，妖分两类，一类是生吞血食的妖魔，妖气浊而腥；一类则是潜心修行的妖仙，妖气清而纯。小姑娘与温婉女子身上的妖气就属于后者，所以李长安只是稍稍接触，并未为难。而这满城弥漫的腥臭妖气，却明显来自妖魔。之后，李长安慢条斯理地换上一件夜行衣，戴起面具，系紧长剑，循着气味在巷道穿行，闻到的妖气越来越浓，寻思着前方大抵是个荒宅废庙，却迎面撞上一个灯火通明的热闹点。没想到城中妖气最重的位置竟是这牛半城府上，虽然心中早有预料，此刻却也是笑着摇了摇头。这鬼世道，关于匪勾结，人与妖勾连，可真是荒唐的很啊！里面不愧半城之名，不但奢华，并且连个巡逻人员都没有，想必是牛气惯了，压根没想过有贼会赶进来。李长安便直接朝着妖气最浓郁的房子走去，但是等他关上门才发现屋内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个个木箱子码座一堆。他打开来一看，里面全是那云幻纱，原来这里是个仓库，这满府的妖气全是这些东西散出来的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李长安连忙跳上房梁。很快，一个管事模样的男子招呼着两个仆役往仓库里抬着一个个大竹筐子，其中一个仆役却在过门槛被绊了脚，直接摔倒在地，竹筐里的东西也洒落一地，竟是一堆瓜果蔬菜。管事直接上去猛踹几脚，口中不断怒骂，叫你们快也得给我小心啊，这可是明儿供给织女娘娘的，要是磕坏了什么，看爷爷不扒了你的皮。等仆役爬起后，便催促快点走，后面的活还多着呢。待到这帮仆役退走后，李长安才跳了下来，看着这些米粮酒肉、瓜果蔬菜，也是一阵诧异，还真是怪了，这妖怪或者说神仙也需要这么多的凡人吃食吗？难不成这底下另有玄机不成？随即就想要拔剑探查一番，忽然身后猛然响起一个声音，你在做什么？李长安心中一惊，转身就循声刺去，来者却也是个戴着面具的黑衣人，手持两把短剑挡住了李长安的剑。李长安头一次潜入行动就被叫破，心里不由有些发慌，剑上的攻势也是愈发凶猛。那黑衣人也是没想到李长安一上手，攻势就同如疾风催烈火，两只手两把剑抡圆了也抵挡不住，只能且战且退。不过那人身形在后退之间，却仿佛能凭空借力般连续腾挪闪躲，但李长安剑随意转，偏偏就如影随形。黑衣人挣扎几下便难以支撑，被李长安用剑一搅，手中武器就脱手而出，眼看就要被李长安拿下，黑衣人的手却迅速捏了几个指诀，口中短促响起几个音节，忽地往墙上一拍，那面墙壁整个墙面都绘制成一幅猛虎下山图。黑衣人正拍到虎手上，这一下仿如画龙点睛，好似一道光芒闪过。李长安抬头再望，画里的老虎已经从山上消失，忽地咆哮一声，竟从墙上一跃而出。李长安眼也不眨，提剑就刺。岂知这还没完，这老虎迎风就长，眨眼间就化作庞然大物，一张巨嘴朝着李长安扑了过来。